今年夏天，西雅图哪个城市跌得最狠呢？努力做点实在的人，大家好，我是你的 Maggie 姐。我们上期市场报告里边说到西雅图的房价在5月份终于出现了普遍性的下跌。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也拿到了西雅图各个城市5月份的最新数据。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讲今年夏天到底哪个城市跌得最狠，哪个城市又相对比较保值。那这次报告呢，我们选用了西雅图周边的40个城市进行对比因为成交中位价呢会受到样本的数量还有户型的影响太多，所以呢这次我们就选用了尺价作为涨跌的排名依据。当然了，我们还要排除一些成交量特别少，比如说1个月少于20套成交的这种城市，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特殊房子，比如说豪宅给这个房价带来的影响，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话不多说，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我们先来看一下2025年5月尺价跌得最厉害的前5个城市。你会发现跌幅最大的竟然都是不错的区域，分别呢是 Kirkland、Linwood、Kenmore、Redmond 和 Snoqualmie。那 Kirkland 的当前平均尺价是711块，较去年呢下跌 6.9%。Linwood 呢是424块，下跌 5.8%。Kenmore 是501块，下跌 5.6%。Redmond 是660块，下跌 3.5%。Snoqualmie 呢是483块，下跌 3.2%。这几个地区房价的下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今年以来库存的上升。我们看库存数据可以看到 Kirkland 的在售房产数量同比去年增加了 120%， 翻倍了还不止。那 Linwood、Redmond 这些地区的在售房产数量呢，也同比去年增加了70%到90%不等。在这么多库存增加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成交量反而有所下降。比如说 Kirkland 同比去年成交量下降了 20%， Linwood 同比去年成交量下降了 7.8%， Redmond 同比下降了 10%。 这些地区的尺价下跌正是供给猛增再加上需求走弱的典型表现。那除了数据以外呢，我还想从根本原因上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下跌。因为我自己呢就住在 Kirkland， 所以对于这边的情况还是比较清楚的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是科技大厂的员工，他们的需求呢就是100万或者100万出头在 BRK 买一个拎包入住的独栋，而 BRK 里面基本上只有 Kirkland 才有比较多这种房子。所以说呢，去年这个时间 Kirkland 真是非常的火，1000尺出头的独栋呢就能卖到100到150万。还有呢，就是 Kirkland 作为最先尝试1110法案的城市，去年也卖了不少这种 cottage。那这些 cottage 的尺价基本上都在800到1000，也拉高了成交尺价。但是今年呢，由于经济不确定股市波动、大厂裁员等等原因，这部分买家群体呢明显减少，和去年的市场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另外呢 ，Redmond 也是受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地区。上个月微软裁员6000个人，听说这个月还要继续裁员。Redmond 作为微软总部的所在地，这个城市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还有一个政策冲击，可能投资人或者建商才会知道就是我去年自己在 Redmond 买了一套投资的独栋，计划把它改建成4套 cottage。但是今年出了一个政策，所有新建房要增加一个可负担住房替代金。算下来呢，我的新建房每平尺增加30多美金的成本。很多投资人和建商其实就不敢买这边的房了，这也影响到了今年 Redmond 的市场那除了上面这些数据，我们还做了2025年5月和2022年5月房价的对比。因为2022年利率处于上升期，当时很多也是抢房大战最激烈的时候，很多人呢也认为2022年就是一个高点。但我们看数据，其实现在大多数城市的尺价已经超过了2022年5月，还上升了10%左右。所以说当时买房的人如果能持有到现在的话呢，也基本上回本了那我也把这5月份各个城市的尺价涨跌幅做成了一个涨跌地图。橙色地区呢显示就是同比去年尺价下跌的城市，蓝色呢就是同比上升的城市。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西雅图市这边的房价是比较稳定的，只同比微跌1%到2%。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几个交通方便、安全性、学区都比较好的地区，比如说 Bellevue、Mercer Island、Newcastle 这块呢也有不错的保值能力。还有北部与南部的几个郊区比如说北边的 Woodinville、Mount Lake Terrace， 南边的 Burin、Maple Valley 等等，反而呢上涨显著，说明买家呢正在转向更便宜、性价比更高的区域。另外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几个豪宅区，我们可以看到，比如 Kite Hill 也呈现出比较大的价格回落，这个呢也反映高端市场也在调整之前直播的时候，也有人问 Maggie 姐说，西雅图现在400万的房子和200万的房子，哪一个受到市场冷却的影响更大呢？我当时就说其实是对400万以上的房子影响会更大一些。经济好的时候，豪宅这种商品属性比较强的产品呢，在涨幅上会更高。而像现在经济下行、利率也比较高的时间段，200万以内的普遍性住宅还有经济适用房，其实会更加保值。
当然要注意的是，上面的数据呢只是5月份1个月的成交数据哈，所以说只能作为短期数据的参考，不能一棒子打死的。那分析完上面的这个地图以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给买家一点小小的建议。如果你想要买风险比较低、价格波动又比较小的房子，那买在西雅图市区或者南北部近郊、人口聚集、房价又相对低的地区，比如说北边的 Shoreline、Mount Lake Terrace， 南边的 Renton、Kent 等等，这些地区的库存啊，在前2年就已经上升了，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供需关系，供应和需求呢不会一下子大幅增加或者减少。如果你能找到这个地区房价和尺价相对比较低的房子，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下跌空间。那如果你的预算又比较高，也能够承受一定的价格波动的话呢，我觉得 BRK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现在市场比较冷清、库存比较多的情况下，同样的预算，你其实可以找到比去年更好的 deal， 而且还会有更多的议价权。建议呢，带经纪人去砍价哈。不过我知道东区大多数卖家手里房子的这个利率哈，其实只有3%左右。他们如果今年夏天卖不出去，那到8月份以后呢，就会直接回收出租了。所以说，想要捞好货哈，还是得尽早。那如果你的预算再高一些，想要买豪宅的话啊，那现在豪宅片区那正是砍价窗口，有心的买家可以大胆出手哈，但是也要做好长周期等待的准备。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所在的城市房价下跌了吗？哪片区域你是最看好？欢迎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如果你想要完整的数据地图，也欢迎关注并且私信我们获取。我是你的 Maggie 姐，我们下期见。